在我们的印象中，自行加油炮的身管总是高高扬起的，而实际上，它也有把身管放平进行射击的时候。这就是它进行的直接瞄准射击。那么直瞄射击呢，不仅是炮兵部队重要的自卫应急手段，同时呢，也是检验炮兵班协同配合能力的基本功的一个重要训练科目。那么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呢，我们就走进大漠深处的训练场，来直击155毫米自行加榴炮的直瞄射击训练。这个夏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炮兵旅把野外驻训的地点选在了西北某靶场。大漠戈壁的恶劣气候和复杂陌生的地形环境，在他们看来，正是用来磨砺战斗能力、磨合人员装备的有利条件。现在参加训练的所有火炮就要通过机动的方式奔赴射击训练场。现在我们这个车队呢，马上就出发了啊！刚才这个，我们炮长、班长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呢，可能风沙会特别大，所以呢，还是要做好一点防护。155毫米自行加榴炮采用履带式的底盘，在这样起伏又松软的土地上行动自如。不过，每个车组面对这样的旅程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必须让所有装备状态完好的抵达目的地。前方这个坡度有点大，我们这个驾驶员呢降低了这个车速，尽量保证了平稳的通过。像这边这种起伏比较大的这个路况呢，就必须得等到这个前车啊已经上前面的坡之后，我们这后车呢才能跟上，就防止这种万一出现溜坡的情况啊，会撞车啊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在机动过程当中，大家这个驾驶还是非常小心的，非常注重这个安全。因为这条路相对比较平坦一点，像我们这个车速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风沙变得越来越大，我几乎只能看到前车的这个尾部。虽然过去也拍摄过自行加榴炮的机动任务，但像这样数十门火炮以及大量的保障车辆同时往一个方向开进的场面，也是我前所未见的。整个车队如同在沙尘组成的云团里翻滚的钢铁巨龙，见首不见尾，让跟车激动的我大为震撼。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其他的营的这个155的加榴炮呢，已经在阵地上列队列好了。哇！这个位置浮土要比外面大得多。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我们炮长就要下车了，因为他要引导着我们的前面这个驾驶员把这个车辆带到这个阵地上的这个一定的位置上。完成机动后的第一步，车组会马上检查车辆的情况，确保第二天整门火炮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实弹射击训练。而对车辆的基本养护也是必须的。刚才这一路上虽然也戴了帽子和面罩，但是我和战士们都觉得这嘴里吃了不少路上的浮土。而对于自行加榴炮来说，它吃的土
可能就更多了。发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空气滤芯是吧？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幺五自行火炮的这个空气滤芯。这个我们日常要怎么去对它进行这个维护保养？这个的话，我们平常要把它就是从这个里边给提出来，然后在外面用吹风机对它进行就是吹，因为它这个要过滤空气，就是把脏东西给它过滤出来。对，这个它其实并不是很沉。这个就是我们用。对，这个就是咱们可以，就是这个跑的这个路程不远的话，可以用这个小型的这个吹风机来吹。啊，这个就直接摁就行。对，这摁就可以吹风。上下可以吗？可以，也可以。这些都是路上的。对，就是它特别脏，全是这个灰尘。相对来说，这是在阵地上比较轻松的活了。如果要找强度更大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去找弹药装填手看看。啊，这就是模拟的弹丸和药筒，这是我们的模拟训练弹，然后这个弹丸重量差不多是45.5千克。对，这个平时暴举的时候，这个右手不能触碰这个引信，左手提的这个药筒底部。啊，举的时候。还有举过头顶这样。举高头顶，这个一般训练摄入多了，然后能举起来，因为这个比较重，配重比较。这我试试你放这儿我试试。但是之前我举过这个东西，但是。是的，举弹丸这个科目，我之前曾经尝试过。有点冒丁星了，对。之前就抱着都觉得很困难，因为它90多斤，抱着还是需要很强的臂力才能抱起来。还好，为了这次拍摄，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希望这次不用再请2个班长帮我一起举了。掌握好这个动作发力才行。哦，刚才说不能触碰这引信啊，我得把这个引信让开。1、2、3，走！就这个，不仅仅是要靠手臂力量，可能全身都得。哦，可以了。我相信很多人会说，现在的自行加硫炮都是自动装填了，已经不需要装填手有那么强的力量。确实如此，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装填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装备现在是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它是全自动供弹，在里面操作仪器它机械式的就直接供进去了。啊，对，那个时候就对我们来说，其实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那个时候劳动强度就没那么大了，主要是前期准备工作，这个劳动强度比较大。每次准备弹药，这个一般要搬10几发都是比较，这个浪费力气，比较费劲儿的，也比较累。10几发，是从箱子里搬到车上。从箱子里面搬到车后面，然后给车进行补弹。啊。这就是班长所说的弹药准备的现场。虽然自动装弹机操作轻松，但很多时候依然需要炮班的战士们手工装进去，就好像给一把自动步枪的弹匣压子弹一样。而作为这次直瞄射击的关键岗位，瞄准手的任务也不轻松。让155毫米加榴炮面对视距内的目标进行瞄准，这和平常打间接瞄准操作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瞄准装置分为间接瞄准和直角瞄准，都在这儿了是吧？对，所有的瞄准的要用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对，这个我们一般对直角瞄准射击的话，就是用那个直瞄镜。哦，这个是直瞄镜是吧？是。哦，我看这啊，这其实就跟狙击枪上的瞄准镜差不多吧，是吧？对。哦，那它这个摇炮我需要怎么摇啊？
首先这个是方向机啊，负责操控方向，这个是高低机啊，负责操控那个方向的高低。哦，这个是方向，对，这个是高低。哦，那其实就跟我们普通那种牵引式炮可能也差不多，是吧？啊，是。您看看，需要我往哪瞄？您看一眼。啊，那个右前方有个烟囱，你瞄。右前方有个烟囱是吧？你瞄它这个中间里面的，因为还需要进行那个对这个目标进行测距。就瞄烟囱的中部是吧？对对对对。烟囱的位置。然后再调一下高低的位置。行，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然后测距是要怎么测？测距155操纵台，然后左面是激光测距机。哦，它显示159是159米的意思吗？需要乘以10，就是1590米。哦，哎，您看一下我这瞄的对不对啊？这光看测距的速度。对的，是的，是啊，对，就正常我们这个作战手瞄也是这么瞄的。是的。啊，瞄完之后需要由炮长来决定那个组员来决定你装多少卡，然后再进行那个瞄准。学了直瞄操作，我才明白瞄准手的工作有多难。首先，直瞄往往是应对冲到近距离内的目标的，所以瞄准手的操作必须既快又准。而他操作的这些机械结构却都有着自己的小脾气，这就必须靠瞄准手的经验和技巧来解决。但是我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机械的这个环儿，它其实是有一些其实负余量，你看像这样会摇。对，它是有一些空回量的啊，需要你这个精确的排除风回，只能靠我们人的经验去给它排掉。对的。如果敌方目标出现了在我们这个正前方，然后是个移动目标，我们直瞄敢不敢打？敢打，因为那个炮长那边会那个计算一些修正量啊，他会给你去修。直瞄射击呢是炮兵部队的一项基础性训练，是应对战场突发情况、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次我们组织直瞄射击，旨在检验炮兵班组的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等多项能力，是对前期基础训练的一次综合检验。所以，直接瞄准也是需要炮长和瞄准手相互接力协同才能够完成的。而直瞄要想打得准，也需要整个炮班都发挥到位才行。已经临近黄昏了，射击训练阵地上还是一片忙碌，靶标设置的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靶标。它这个上面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靶布啊。它这个靶布的这个见方大概是2米左右吧。虽然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看着应该挺大，但是如果是在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这个发射阵地上看到这个靶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点儿。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位战士在给靶布的中心位置喷上一个红圈。这是个靶子的中心位。哦，其他都得喷吗？对，都得喷。红点大家看一下啊，半径20公分吧，4公分这么一个红点。然后呢，他们居然想在1公里之外用155+6炮打中这样一个红心。我明天也来看一看啊，能不能把这个红心给打掉。我们为了测试这个我们的155+6炮在这个直瞄过程当中，因为它要打击冲到他们阵地上的这个敌人，才会用到这种直瞄的措施。那么这样的措施对目标的毁伤效果如何呢？我们在现场准备了这样一台这个报废车辆，这个报废车辆我觉得要比这个靶布难打得多。它的架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不可能像这个靶布一样用杆儿给它支起来，位置相对比较低，这边的地形起伏呢可能会对它有一些遮挡。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弹药要击中这个车辆，然后能够成功起爆的话，
应该也是必须要打到这个比较中心的这个位置。刚从旁边蹭一下飞出去，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爆炸这个效果。看着这些靶标在戈壁黄昏的风中微微飘动，我感觉它们就好像铺展在课桌上的考卷，而炮班的战士们就要用一枚枚的弹丸和一条条精准的弹道来作答。训练日的清晨，参加射击的自行加油炮依次进入战列射击阵地。我们的实弹射击已经开始了。那么，因为是我们装备到训练场之后第一次射击，所以呢，整个炮班呢在第一发射击的时候是需要下车，然后通过拉发的方式对火炮进行击发。战士们蹲下了，我们稍微蹲下一点，因为今天打的时候呢用的是全号装药，所以呢是所有的装药当中呢威力最大的一种。开炮之后呢，整个阵地都被这个地上的浮土给笼罩了。我们现在也暂时看不到这个靶区的情况。那么后面的观察所呢，会对这个手靶情况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瞄准点的这个偏差，然后呢为下一发的射击呢调整的做一个依据。我们采取打击目标临机指定、发射阵地临机选择的导调模式。炮班接收目标后，自主解散主源，实施自主打击，从反应速度、打击精度两个方面检验炮班基础训练水平。又一发应该也是从它这个烟雾的位置来说，应该也是上靶了，非常准。当然，现在这准不准还只是我的肉眼判断，真正的成绩还得让数据说话。第一发射击完毕，炮长们在指挥车前集合，研读每一发的偏差，查找问题。确实，其中有几发出现了一些偏离，这就让对应的车组感到了一些压力。今天参加实弹射击的车组中，有一些瞄准手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的新战士。第一个这直瞄对我们连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连总共去了7门炮班，5个新炮长，3个新瞄准手，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实弹射击。班上有2名新同志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实弹射击，然后也对他进行一个心理疏导，就是确保他这个在实弹射击过程中不会出现一些这个致命性的错误。其实打第一发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因为第一次打，当第一发试射完了之后，就心里有点小紧张。而对于这些年轻的新瞄准手来说，这样的推敲琢磨是他们快速掌握装备、提升能力的关键时刻。第二发装填完毕。经过调整，他们马上要进行第2轮的射击。这一次，整个炮班都要进入炮塔内，按实战标准流程进行射击操作。刚才我们已经听到这个辅机开起来了，然后里边自动装弹机呢发出了这种金属碰撞这种声音。在这个炮塔的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红旗升起来了，这也是代表着炮班已经完成了这个装填工作，随时可以准备射击。气氛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第1轮如果说是一轮热身的话，那么这一轮就真正展现实力的时候。
该是非常准的，因为我看到这个火光准确的出现在了这个靶标的后方。因为这个炮弹穿过这个我们的靶部啊，的引信，这个力量不足以让它引信激发，那么打到这个靶部后方这个土坡上面，才能够会撞击引发这个引信的爆炸。刚才的2发射击，基本上火光的位置都非常正，每一门炮的这个射击精度都有很大的提高。第二发打的。第二发打的情况挺好的，直接把靶杆打断了。第一个连队的射击任务完成了，下一个连队的炮就要马上进场。虽然只是训练场，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自行加榴炮车队的机动，把整片大地都搅动了起来。在翻滚的尘土中，车辆进出阵地都井然有序。简单的位置转换，其实也是炮班们训练自己快速转移阵地的能力。这也是像这样的重型火炮在战场上成功生存的重要手段。当浮土落下时，自行加榴炮已经稳稳地停在了射击阵位上。而在这一轮射击中，我们的报废车实体靶标就要成为真正的射击目标了。摧毁它的任务落在了阵地上6号位的炮班身上。接下来是我们的那边的6炮，那么它呢将对我们的这个报废车靶标进行射击。阵地上有一些横风，其实对它的弹道还是有一些干扰。这就要看我们射手和炮长的这个经验，风很大。中了，中了！从慢镜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弹丸准确地击中了车辆的中部，爆炸产生的火球把报废车瞬间吞没，抛出的大块碎片飞起有20多米，整辆小车被彻底摧毁。就是我在这边明显看到一个比其他的靶标更大的一个火光升起来了，应该是正中我们的车辆。我从我这角度来看，靶标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个报废小车没有了，这个也是告诫所有想挑战我们155自行加榴炮阵地的所有对手们，即使你们觉得你们冲到了它的这个近处，不在它更加专业的这个舰瞄的打击范围之内，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直瞄的方式给你致命一击。虽然已经知道报废车基本都被炸碎了，我们还是跟随调整靶标的车队一起进入靶区，利用射击间隙快速做一个减靶的工作。这个我们节目从有开始打报废车实体靶标这个内容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看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是这车上比较大块、相对比较完整的一块，应该是发动机的位置，这应该是前空气壁栅的位置，然后剩下的碎片都非常小，然后散落在我周围，大概有的可能已经飞到200米之外，就在那个位置，有车前杠和轮胎啊，这儿还有一个轮胎。刚才因为爆炸之后产生的比较大的燃烧，应该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基本上已经烧得不剩什么了。足见我们155毫米的这个榴弹炮这个沙包弹威力之大啊！虽然说今天我们打的只是一辆小车，但实际上，即使是主战坦克这样的目标，挨上一发这样的这个量级的弹药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后除了这个实体靶标以外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正常这些靶部打的情况。来，我们看这个，昨天我们说了，说中间只有半径20公分的圆圈能不能打到？我们的战士用炮弹回答说能，就从这个洞里穿过去，就打在这个红色的红点上。看着这些靶标，我想起155毫米杀伤爆破弹可是有着几十米的有效杀伤半径。
也就是说，即使打偏10几米、20几米，它都能产生相当的毁伤能力。现在，拿这样的小靶标来进行